怎么说呢？美国如今真是一顿不打欠的谎。最近美国不仅频繁地在国际社会上试图用压力胁迫我国，同时在亚太也没忘记继续施加军事威胁。这不，媒体就报道了美军在南海、东海的动作，就又开始频繁出动了。据环球网消息，最近美国海军的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再次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在南海海域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中不仅演习了常规飞行任务和航行任务，同时还演练了海上打击项目。而且这次日本参加演习的舰船还是加贺号航母。要知道，这艘舰船最近这段时间可是一直在这片海域行动，几乎是把这里能摸的地方给摸了个遍。除此之外，美国这动作也没停下来，卡尔文森号这边在演习挑衅，另一边美国却又派出了核物质侦察机、空地监视机、反潜巡逻机、电子侦察机等5架军机前往台西南方向附近空域进行侦察活动，并且随后一再试图靠近我国领空。说实话，作为我军常年前往巡逻的方向，美军这种做法无疑是在表明自己已经有意图欲介入台海了。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军核物质侦察机飞入南海的时候，美军一架专门监视地面、管理空中战斗以及指挥管制的E-8C在巴士海峡和我军军机接近擦肩而过，甚至用些媒体的说法，这已经完成了一场空中交锋。老话说得好，有些人说1000次到10000次都不如揍一次来的有效。对于美国在亚太的接连动作，我军直接拿出了强硬的态度。首先，对于美国和日本的军演，我军直接派出了4艘军舰进行紧密的监视，其中1艘舰船似乎还是电子侦察船，而且从媒体报道上看，这4艘军舰和美日的军舰距离也非常靠近，很显然我军的耐心已经渐渐下降了。其次，E-8C和我军运8交错而过一事，这被媒体称为是空中交锋的一场暗战，可不一定就是假的，因为当天运8可是去了4次，和 E-8C 交错而过的时候，飞行高度甚至只有5000米，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大家就仔细品品了。再则，美日南海军演，咱们自然也要去东海巡视一番了。于是也就有了日本媒体再次炒作我军3架飞机在东海和太平洋之间开展飞行活动的新闻了。其中不仅有2架运9反潜巡逻机，还有1架运9情报侦察机，飞行区域更是到了宫古海峡附近。这不仅是在警告美国，同时也是在警告日本，中国从来不是软柿子。说实话，在短短几天之内，双方数度交锋，这虽然是美军的动作过于频繁引起的，但对比从前，又何尝不是我军逐渐更加主动反击的证明呢？而且就在这前一天，我军可刚刚驱离了岛内军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已经在军事上慢慢开始拿到主导权力。如此情况下，美国再次挑衅，那么就必须承担绝大的风险。最后，就像是美国学者说的一样，美国必须承认现实，介入台海冲突只能是输给中国。在11月1日，我国环球网注意到，印度海军的首艘国产 P-15B 型导弹驱逐舰维萨卡帕特南号后，印度海军大肆宣传该舰意义，声称有力推动了本土军工制造产业。但十分尴尬的是，面对印度海军的卖力表演，印度国内很多人并不买账。事实上，面对这艘近乎于缝合怪的印度制造，很多印度人的心情是相当复杂的。整艘船的全长为160米左右，17米左右的舰宽，排水量为7300吨，30节的速度。光从纸面数据看，这个体格在国际上还算是中规中矩，算不得落后，但要说是印度国产就相当勉强了。有印度媒体透露，这艘 P-15B 型导弹驱逐舰名义上是印度制造，甚至通过数据列表，印度海军声称达到了65%的印度国产化，但核心装备却还是那个老样子。雷达系统方面，相控阵雷达是来自以色列的，空中搜索雷达是来自法国的。武器系统方面，主炮是从意大利来的，防空系统是从以色列来的巴拉克巴，近防炮是俄罗斯的，怎么看都是一个缝合怪。有人就算了一笔账，印度造艘驱逐的时间供中国造2艘航母了。印度这艘新服役的维沙卡帕特南号是在2013年10月份开始建造，到了2015年4月份，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心态，印度人在只有一个船底的情况下，就强行让这艘半成品下水。在2019年的时候，还因为施工问题造成严重火灾，在经历了近6年的后续建造，才
在2021年的年底堪堪服役。而中国呢，同样的国产山东舰航母从2017年下水，2019年底就服役了，2年半的时间，哪怕是计算正式开工的时间，中国也仅用时7年，而印度一艘7300吨的驱逐却要8年多。有业内人士就吐槽，别看印度人折腾了这么久，造出来的船却还是那点战斗力，慢工出细活，在印度身上是一点体现都没有。从相关战力来看，明面上印度这艘导弹驱逐舰对标的是我国052D 型驱逐舰，但是考虑到它的作战系统五花八门，但印度大概率没有那个整编系统的能力，在紧急情况下互相干扰都是有可能，真正作战能力会十分有限。相信大家对上个月发生的美军核潜艇撞击事件或多或少都还有一些印象。当时在10月2号，美国海军康涅狄格号核动力潜艇在南海国际海域航行时，突然在水下与一不明物体相撞，但是时隔6天才公布这一消息。而且对于为何会碰撞、受损情况是怎样的，国家大楼方面都没有一丝透露，只是发布消息称潜艇撞击后发生剧烈碰撞，导致多名水兵受伤，但幸好核动力装置依然安全，仍能正常行驶。毋庸置疑的是，不管人员有没有伤亡，又或者是核潜艇还能正常的开动，归根结底，美军核潜艇撞上不明物体，终究是一次非常危险的事故。在反映出美军在南海动作频繁的同时，也说明了美军核潜艇的运行存在较大问题。按理来说，核潜艇基本都具有很强的水下探测能力，可这次美军为何没有发现不明物体，反而直接撞上了不明物体？这些问题都在困扰着外界。而对于外界的这些困扰，美军在近日做出了公开的回应。时隔30天，核潜艇被撞了整整1个月以后，美军现在终于给出了说法。在10月2号，美军的调查团队表示，美国海军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之所以会在南海发生碰撞事件，是因为该核潜艇撞上了一座未知的海山。至此，美军核潜艇在南海发生的撞击事件可以说是真相大白。对于这一结果，倒也不是那么的令人意外，甚至还会感觉难怪损伤这么重。毕竟能让潜艇多点受损，那就说明潜艇和潜艇撞击的物体表面并不平整，有多个凸起的凸点，这样才能将潜艇的指挥舱和舰首位置全部击毁。这种物品在陆地上倒是挺多了，但在海里面能拥有这样外形的碰撞物，除了沉船以外，那就只有海山了。值得一提的是，美军方面给出的这一说法，还帮我们用事实真相打脸了美军学者。此前，在核潜艇发生撞击事件不久，就有美国学者试图将背后的所有冲突点聚焦在中国。一名叫约翰金的学者发表文章指出，美军核潜艇相撞的不明物体属于中国故意设置的障碍，这或许与中国渔民活动有关。虽然没有明说，但谁都知道约翰军的意思，就是核潜艇撞击事件是中国渔民在后面搞的鬼。然而，这只是他个人的猜测。美军方面现在已将事实摆在了他的面前。不过，不出意外的话，对于其造谣的行为，约翰金并不会悔改。现在，美国存在一些知名学者和媒体，只要美国一出问题，就习惯于栽赃中国，哪怕是造谣，也在所不惜。在11月1日，希腊媒体向外证实，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再度制造军事占领区，大批雇佣兵配合小股正规军开始进入叙利亚境内，而这样的行为彻底惹怒了与叙利亚深度合作的俄罗斯，而普京的报复来得很直接，也很血腥。据报道称，在10月31日，当发现土耳其开始向叙利亚增兵之际，俄罗斯空天军直接向土耳其在当地的先锋部队亲土耳其武装展开轰炸，在短短24小时内实施了25轮轰炸。俄罗斯在叙土接壤的边境地区展开15次空袭轰炸，同时利用情报网络得到的消息，向亲土武装集结点执行了10次轰炸。有消息指出，按照以往，俄罗斯的军事行动通常会有部分叙利亚国防军进行配合，但这一次却没有叙利亚国防军的身影，也就是说，俄罗斯这一次就是冲着制造杀伤去的，完全不要俘虏。叙利亚方面没有直接回应此事，倒是叙利亚官方媒体声称，此次轰炸至少造成了亲土武装400多人的死亡，大批武器装备被摧毁。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动手的前一天，以色列对叙利亚西北部地区的亲伊朗武装发起了空袭，双方先后对自己的目标发起袭击。这样的巧合在外界看来，更像是双方达成了某些协议。有媒体注意到，在10月22日，以色列新上台的总理贝内特曾经与普京进行了一次长达5个小时的会谈。随后，普京绕过叙利亚方面，同意以色列暂时使用叙利亚空域。某种程度上来说，叙利亚的这场代理人战争走入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一直想要在叙利亚拓展疆域的土耳其遭到了俄罗斯的重拳出击，而伊朗想要让叙利亚当做自己面对以色列的前沿阵地的企图，又被以色列迎头痛击。在美国势力大部分撤离叙利亚之后，叙利亚的这场代理人战争局势正在全面洗牌。而可以预见的是，因为叙利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问题，这场战争仍然会持续很久。